每当这些炙热气息达到一定的能量时，都会映照出一方世界的画面。不过这些世界的画面各不相同，有的是山川秀丽的美景，有的是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只不过每次的画面并非都是有关于黑暗诡异之源沾染的世界。经过萧炎观察和分析，也察觉到了其中的规律。每次映照出来世界画面后，那火焰本源的能量就会变得非常真实存在，仿佛触手可及。果然与我所想的一样。萧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，心中已经有了计划。只要趁着这个时间冲入火焰本源的源发点，就能够进入隐匿在虚无中的入口。萧炎静静地等待着，他的身体微微紧绷，如同一张拉满的弓，随时准备射出致命的一箭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，不知道那虚无入口之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，也不知道邱福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。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，他都将勇往直前，探寻那未知的真相。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着，萧炎所释放出来的火焰星之眼，那宛如燃烧的星辰般璀璨的眼眸，正源源不断地消耗着他大量的神魂力量。此时的萧炎额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可他的眼神却依旧坚定如铁，死死地盯着那光束中炙热能量的轨迹变化。终于，当那映照出的世界画面再度如梦幻般显现时，萧炎敏锐地感应到了火焰本源的源发点。那一瞬间，萧炎的眼神中爆发出炽热的火芒，宛如即将喷发的火山。就是现在，逍遥步！萧炎大喝一声，声音如雷霆般在这片空间炸响。萧炎的身影随着声音落下的瞬间在原地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道残影在空气中微微荡漾。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，恐怖惊人，仿佛是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。邱福以及4位大道散修者见状，表情瞬间一变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愕。快跟上去！邱福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，身上爆发出一道炫彩之光，那光芒如同绚丽的彩虹，照亮了周围的空间。他脚一跺，虚空瞬间皲裂，强大的力量让他如离弦之箭般紧跟萧炎所去的方向。身后的4位大道散修者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圆转神力急忙跟上，他们的身影在虚空中一闪而过，带起一道道残影。萧炎冲入虚无中，那虚无入口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形黑洞，瞬间将他的身影吞噬，并且周围虚无处荡漾出涟漪的波动，仿佛是平静湖面被投入了一颗巨石。而身后赶来的邱福见状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弧度，轻声呢喃：终于找到入口了。他们也没有拖泥带水，几人的速度仿佛流星，带着耀眼的光芒冲入那虚无入口中。画面一转，萧炎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一方陌生的世界上空。这里的天空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暗红色，仿佛是被鲜血染透了一般。天地间充斥着一种高温的气候，热浪如汹涌的潮水般扑面而来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。但只要催动自身的神力抵抗，倒也还能不受其影响。萧炎悬浮在半空中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谨慎和好奇。这个陌生的世界同样会给他带来未知的危险或者是机遇。萧炎的目光扫荡这方天地，在他的眼前，连绵的山脉如同一条条巨龙横卧在大地上，山峰上闪烁着炽热的光芒，仿佛是燃烧的火焰。而在山脉的尽头，有一座巨大的城池，城池的城墙高耸入云，散发着神秘的气息。那火焰本源的炙热气息应该就是从这个世界散发出去的，而且这里的温度如此之高，说不定那火焰本源真的存在这世界的某一处。咻咻！就在萧炎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破空之声。他迅速转身，警惕地看着身后，只见邱福和那4位大道散修者也出现在了这片天空中。邱福的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狡黠。他看着萧炎说道：萧兄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找到了那虚无中的入口。萧炎看着邱福，心中的疑虑更甚，自己刚刚施展出了神行7步的身法，没想到对方的速度也这么快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竟然已经追上自己的速度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地盯着邱福几人，试图从他的表情和眼神中看出一丝破绽。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而邱福下一秒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，开口道：萧兄，怎么了？可是萧炎根本无法看穿邱福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他体内所流淌的依旧是半道神的修为气息，并且刚刚那一眼在火焰星之眼的窥探下，也并未发现对方有实力的保留。奇怪，萧炎心里呢喃了一声，便好奇地问道：邱福兄，你们的身法速度也很快啊？邱福笑了笑道：我们之前在神藏中获得的一道绝世身法神技，并且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融会贯通，身法的确相对于之前要快上数倍，不过比起萧兄的身法还是略逊一筹。在与邱福简单交流一番后，萧炎并未从对方的言辞和神态中捕捉到任何异常。他微微皱眉，心中虽仍存有一丝疑虑，但暂时也没有更多的头绪。随后
他将目光投向了远处那连绵起伏的山脉上，那些山脉呈现出纯净的雪白色，在这血红色天空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醒目。远远望去，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雪山，但是所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寒冷的气息，而是炙热的气息。这些气息仿佛能将周围的空气都点燃，每一丝热气都在空气中扭曲翻滚，如同一条条无形的火蛇在肆意游动。旋即，萧炎运转自身的大道神魂力量，去仔细感应着这片天地的每一处角落，但始终没有发现之前空间树妖王的踪迹。萧炎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对丘福说道：“丘福兄，刚刚我用神魂力量感知了一下，之前那空间树妖王的踪迹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怕是难寻啊。”然而丘福的目光却凝视着这方世界的另一处方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异样的光芒，仿佛像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他转过头看着萧炎，脸上露出感激的神情，道：“萧兄，多谢你找到虚无中的入口，至于空间树妖王的踪迹，接下来就由我们寻找吧，我们就此别过。”说完，丘福身上光芒一闪，和其他4位大道散修者一起朝着另外的方向急速掠去。他们的身影在虚空中如流星般划过，很快就消失在了萧炎的视线中。看着丘福等人消失的背影，萧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愈发觉得事情的不寻常。自从进入这个陌生的世界之后，丘福他们似乎一直处于一种兴奋与着急的状态，那神情不像是单纯为了寻找空间树妖王，更像是在寻找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。萧炎心中暗自思索，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这里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阴谋？算了，随他们去吧。接下来寻找那个能够映照出世界画面的火焰本源才是我的目的。萧炎摇了摇头，将丘福一帮人抛之脑后。因为在这充满未知和危险的世界里，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找到那火焰大道本源，解开关于黑暗诡异之源的谜团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内心的思绪，然后运转大道神力，朝着正前方的那一座座山脉疾驰而去。随着他逐渐靠近那些雪白的山脉，那股炙热的温度呈几何倍数攀升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型的熔炉中心。空气被烤得扭曲变形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吸入了滚烫的铁水，让萧炎的喉咙都感到一些不适。然而这圣洁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令人恐惧的高温。不过很快萧炎便凭借着自身对火道的深厚造诣，巧妙地与周围的火属性能量气息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和谐。萧炎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，仿佛与这炙热的环境融为一体，根本无需运转大道神力也能够不受这里炙热高温的影响，并且在其身躯的周围形成了一层无形的护盾，将高温隔绝在外。旋即他又望着这广袤的山脉群，萧炎眉头紧锁，心中一阵头疼。这么广阔的山脉群，如何寻找出隐匿在其中的火焰本源啊？这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捞针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萧炎的目光在山脉群间来回扫视，试图找到一丝线索，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。这样用肉眼和神魂力量去感知也不是办法，看来还是得需要动用火焰心之眼。说罢，萧炎深吸一口气，运转体内的大道神魂力量，施展出火焰之心的万火玉技。刹那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体内爆发而出，他的双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，眼睛上燃烧着万火之焰，一双火焰心之眼浮现而出。随着火焰心之眼的扫视，这些山脉中隐藏的能量轨迹都清晰地映入了萧炎的眼中，每一道能量轨迹都像是一条神秘的脉络，蜿蜒曲折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然而看清这些能量的轨迹后，萧炎感到十分的震撼，因为每一座山脉的深处都存在着一道火焰的本源。这怎么可能？萧炎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。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在他的认知中，火焰本源是极为稀有的存在，而且一种火焰就只有一道本源。可现在这里的每一座山脉深处都隐藏着一道本源，难道说这里不仅仅只有一道火焰，而是有诸多火焰存在这里？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这些火焰本源散发着强大而又神秘的气息，每一道都仿佛蕴含着无尽毁灭的炙热力量。萧炎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，他想要探寻这些火焰本源的奥秘。萧炎的眼神此时也变得无比坚定，闪耀着决绝与无畏的光芒。他目光紧紧锁定了其中一座山脉，紧接着他双手快速结印，一道炫彩的神火横骨尺被召唤而出。神火横骨尺一出现，便散发出一股炙热而又霸道的强大气息，尺身被多道神火的火焰围绕。萧炎一鼓作气，直接对准那座山脉，施展出纵灭天下的纵绝之法。他的身体周围光芒大盛，大道神力如滔滔江河般汹涌澎湃。一道巨大的纵神尺顿时浮现在其上空，更加威严，散发着天之道法的玄妙光辉。它的表面流转着奇异的光芒，每一道光芒都蕴含着强大的天道之法，仿佛能够斩断世间一切障碍。纵绝之法专攻气势和局势，追求致命一击的机会，这就是纵绝的奥秘。旋即，萧炎毫不犹豫地将纵神尺
朝着那一座巨大的山脉劈斩而去。轰！伴随着一道猛烈的炸响，整个天地都发出剧烈的震动，剧烈的震波如汹涌的海浪向着四周扩散开来，空气被这股力量挤压的发出尖锐的呼啸声，山石滚落之声如同闷雷般在这片天地中弥漫开来，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。带能量的光芒渐渐散去，刚刚那一座巨大的山脉已经被斩成了无数碎石，碎石如同雨点般纷纷落下，扬起了一片巨大的烟尘。萧炎的目光急切地望去，只见在那一片狼藉之中，有一道红蓝相间的火莲花在缓缓旋转。那朵红蓝火莲花散发着柔和而又神秘的光辉，光辉中蕴含着无尽的毁灭能量，那就是火焰本源无疑了。萧炎感到了兴奋，他的眼睛亮得如同星星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期待的笑容。他一脚迈出，便是瞬间出现在了那朵红蓝火莲花的旁边。萧炎伸出手掌，缓缓朝着那道红蓝火莲花伸去，他的手掌心微微发热，感受到那朵红蓝火莲花散发出的强大炙热能量。然而当他的手掌即将触碰到红蓝相间的火莲花时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萧炎的手掌竟是抓了个空，直接穿透了那朵红蓝火莲花，仿佛火莲花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像，这让萧炎百思不得其解。萧炎再次伸出手掌，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去触摸那朵红蓝火莲花，但每次都是同样的结果。他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疑惑，难道这火焰本源是无法触碰的吗？还是说这里面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萧炎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，试图找出破解这个谜题的方法。萧炎在多次尝试用手触摸那红蓝火莲花，却一次次落空后，眼中满是困惑与不甘。但他并未就此放弃，迅速运转体内的大道神魂力量，再次开启了火焰星之眼。当火焰星之眼开启的瞬间，一股炽热而又神秘的力量从他眼中迸发而出，周围的空间都仿佛被这股力量扭曲。萧炎紧紧盯着眼前的红蓝火莲花，目光透过其绚丽的外表深入到它的内部。很快他便确认了，眼前的这朵火莲花中的确就是真实存在的火焰本源。那本源中蕴含着无比可怕的毁灭波动，每一丝波动都像是一头沉睡的凶兽在轻轻喘息，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。而且由这道火焰本源散发出来的波动所过之处，周围的空气都被灼烧，空间也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缝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明就真实存在的火焰本源，为何我无法触摸到它，只能视觉感知它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气息？萧炎低声自语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。他实在想不通这其中的缘由，这种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感觉，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力量在戏弄他一般。为了验证其他山脉中的火焰本源是否也是这种情况，萧炎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的大道神力如火山般爆发。他再次对着几座山脉施展出纵灭天下的纵绝之法，双手舞动间，一道道强大的能量波动从他手中的神火横骨尺上射出，如同一条条巨龙朝着那几座山脉冲去。轰轰轰！接连不断的巨响在这片天地间回荡，几座山脉在这强大的攻击下纷纷崩塌，碎石如雨点般洒落。而在那一片狼藉之中，又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红蓝火莲花。这些火莲花同样散发着神秘而又强大的炙热气息，用感知去探查，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。然而当萧炎再次伸出手去触摸时，结果依旧和之前一样，手掌直接穿透过去，根本无法触摸到这些火莲花。这让萧炎愈加好奇，毕竟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奇事。粉老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这些火焰本源明明就在我的眼前，我却根本无法触摸？想不明白的萧炎只能求助那位大纣百科的粉老了，希望粉老能够给他一个答案，解开这个让他无法想明白的谜团。